这是近年来最抽象，也是最饱受争议的一款3A 大作。每当提起这款游戏，不喜欢的玩家就会觉得这种送快递的玩法极其枯燥且无聊，甚至称它为皇帝的新衣。但喜欢的玩家却对这种沉浸式的游戏体验爱不释手。当玩家背上沉重的货物，一路跋山涉水，再爬上最后一座山，或是穿过最后一处隘口后，城市伴随着音乐的响起，缓缓地出现在玩家眼前。一路上紧绷的情绪，在这一刻将会通通得到释放，仿佛现实世界的自己也能感受到主角的疲惫感。然而，这种缓慢的游玩节奏，再加上云里雾里的剧情，也正是导致了这款游戏口碑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原因。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史上最受争议的游戏之一《死亡搁浅》。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未来另一个世界的美国，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死亡后，灵魂将会前往冥滩，开始下一次轮回转世。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冥滩就是咱们的奈何桥，缺点就是无法享受头七。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全世界几乎同时发生了一场名为死亡搁浅的爆炸事件，整个纽约因此被炸出了一个巨型坑洞。但奇怪的是，坑洞周围并没有留下碎石和灰尘，与其说是爆炸，不如称之为湮灭。也正因为死亡搁浅事件，导致无数停留在冥滩的灵魂得以重新返回人间，天天都能过头七。而这种重回人间的灵魂则被称为搁浅者，俗称 BT。 他们就像能够隐身的丧尸一样，一旦吞噬掉活人，将会再次引发湮灭一切的虚空尸灭。伴随虚空尸灭出现的还有开罗尔这种极端物质，它会危害两性健康，导致人们精神错乱。其中比较明显的症状有：一、记忆力下降；二、逻辑思维完全混乱；四、记忆力下降。而开罗尔物质会形成开罗尔云，这种云不仅会完全阻断通讯，还会降下时间雨。顾名思义，任何物体和生物一旦接触到时间雨，其时间流速都会加快，人会迅速衰老，而建筑和机械等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好在时间雨和物体接触后就会变成普通的雨水，通常 BT 也会伴随时间雨一同出现。正是在如此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人们只能躲进地下苟延残喘。由于在死亡搁浅事件发生之前，人类的科技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物流和资源都是由人工智能负责管理，无人机进行配送，所以如今的人类只能再次将希望寄托在了快递员和外卖员的身上。而故事的主角山姆则是一位极端重包骑手，他不服从于任何组织和国家，因为山姆不仅身体素质过硬，并且还是一名遣返者。他的灵魂到了冥滩后，可以随时选择回到自己的肉体中，也就是说，山姆拥有无限复活的能力。这一天，山姆正在野外配送外卖，当他回头才发现天空中是一道倒悬的彩虹，随之而来的便是能够让人迅速衰老的时间雨以及可怕的 BT。 山姆见状，立即将油门拧到了油箱里，终于赶在彻底失身之前来到了一处山洞之中避雨。本以为能够平安无事，但下一刻山姆便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因为 BT 也紧随而至追了过来。由于常人无法看见 BT， 只能通过地上的脚印判断大致方位。山姆本想捡起家人的合影，但一只手却突然抓住了他，还好是个漂亮女人，山姆这才没有尖叫出声。待 BT 离开后，女人这才介绍起了自己，原来她名叫弗拉吉尔，不仅是弗拉吉尔私人货运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位高阶杜姆斯能力拥有者。在死亡搁浅事件后，部分人类便拥有了这种超能力。弗拉吉尔能够看见 BT， 还能利用冥滩这种独立空间以及摆脱时间束缚的特性，实现瞬间移动。而山姆则是一位2阶杜姆斯能力者，只能感应到 BT 的存在。他们一旦接触开罗尔物质或者使用特殊能力，便会表现出流泪这样的过敏反应。见山姆这个外卖员的身体还算硬朗，再加上其遣返者的特殊能力，于是弗拉吉尔便想邀请他来自己的私人货运公司上班，还分享了自己最爱的爆浆隐身虫。但山姆习惯了众包，不想专送，并且不想与这个屁股会反光的女人有过多的肢体接触，因为山姆一直患有肢体接触障碍，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身子。弗拉吉尔表示自己脖子以下都被时间雨淋得体无完肤，希望以此来挽留山姆，但山姆根本不吃这一套，背上货物便继续开始送货。在穿过山间的一处小溪后，山姆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中央节点城。然而还没来得及休息，山姆便收到了新的特殊订单。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话音刚落，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布里吉斯机构便带着一具还热乎的尸体来到了山姆面前。由于尸体只要超过48小时不进行处理，就会转化成 BT， 所以他们必须趁热将尸体运往焚化厂进行火化。可就在前往焚化厂的路上，尸体散发的开罗尔物质产生了时间雨，紧随而至的便是大量的 BT， 将他们的货车掀翻在地。然而此时想逃已经来不及了，由于被 BT 吞噬的过程极其痛苦，布里吉斯的员工宁愿拿出匕首疯狂的捅向自己，都不愿意被吞噬。可现在就连自杀都成了一种奢望，员工很快就被一只巨型 BT 吞噬，从而引发了虚空逝灭。不过这一切对于拥有遣返者不死能力的山姆来说也只是日常而已，这种开挂般的能力嫌一郎看了都直呼内行。当山姆从冥滩返回生者世界后，眼前已是虚空逝灭造成的巨大深坑，他手里还多出了一个装有 BB 的婴儿舱。 BB 也被称为布里吉婴，由于婴儿还在母亲腹中6个月左右，母亲就已经死亡，从而导致了婴儿此时的状态处在了生与死之间。因此 BB 成为了生者世界与亡者世界的桥梁，通过与 BB 进行连接，普通人也能够探测到 BT 的存在。事情过后，山姆被布里吉斯机构送到了首都节点城，而在他眼
眼前的便是一个名叫王仁的研究员，他对尸体和亡者世界有着深入的研究。王仁给山姆派送了一个新的订单，那就是现任美国总统指名道姓要见山姆一面。原来山姆自幼就被总统收养，并且他曾经也是布里吉斯的成员。虽然山姆一直患有肢体接触障碍，但也算得上因祸得福，成功泡到了为他治疗的心理医生露西，并且露西还怀上了山姆的孩子。可命运总是妙不可言，妻子露西和腹中的孩子一同死在了虚空世灭之中。至此以后，山姆彻底自闭，并成为了一名极端快递员。当山姆再次见到自己的养母总统后，总统吊着最后一口气提到了他的女儿亚美丽，也就是山姆的姐姐。一直以来，山姆都会通过睡梦前往姐姐亚美丽的名摊，而亚美丽也会经常为山姆唱歌，给予他陪伴。因此，姐姐亚美丽是山姆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由于亚美丽在3年前便开始自东向西横跨美国，为的就是贯彻布里吉斯机构的宗旨，通过重建配送网络，恢复各个城市的通讯联系，让失去通讯各自为营的美国再次团结起来。可如今西行的亚美丽却遇到了困难，所以需要山姆这样的极端外卖员前去营救，这也是总统叫山姆回来的原因。奈何山姆本就只想得过且过，他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什么美国的未来。本想开口拒绝总统，但总统却像回光返照一般，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顺势就往山姆身上爬呀，大有要在山姆腿上写个惨字的意思。没等山姆说出使不得这样的话，总统便咯喽一声咽气了。随后王仁与代号硬汉的保安队长开始商议总统的后事。如今想要风光大葬确实不太可能，再加上之前的尸体处理小队全都死于虚空世灭，那么接下来就只能由山姆将总统的尸体送去焚烧。由于焚化厂建得很远，位置处于极其难走的深山之中，山姆背着一具尸体想要走到那里也并不轻松。好在沿途路上的风景配合小溪潺潺的流水声以及当间传出来的配乐，让山姆这一路似乎并不孤单。I know your voice, I know your face. This is something I cannot replace. 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山姆终于将总统的遗体送进了焚化炉，而王仁那边也要求山姆顺带将之前布里吉斯员工留给自己的 BB 一起烧毁，因为在包括王仁的大部分人看来， BB 就只是一个探测 BT 的工具而已，再加上 BB 本身发生了故障，所以这个工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可山姆却动了恻隐之心，眼前这个容器里的婴儿在山姆眼里就是一条生命。与此同时，成千上百的 BT 也来到了焚化厂，为了尽快离开这里，山姆索性连接上了 BB。在 BB 的帮助下，他终于看清了这些像阿飘一样的 BT。既然能够看到，那么这些软弱无力的 BT 自然也就不足为虑。凭借死而复生的特殊能力，山姆也就随便死了个7、8次，便轻松的回到了首都节点城。然而山姆每次连接 BB 都会出现一个像拔树的优雅男人，伴随一阵做人小曲儿。这个平日里用心做菜、热爱生活、嘴角总是像 AK 一样难压的男人，就仿佛在说做人嘛，最重要是开心。回到山姆这边，他终于在时隔近10年后，通过全息投影再一次见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亚美丽。此时亚美丽继承了母亲的遗志，成为了新一任美国总统。在这3年的时间里，亚美丽率领着布里吉斯第1远征队不断向着西方前进，几乎横跨了整个美国，最后抵达西海岸节点城。期间他们在各个节点城架设了开罗尔网络终端机，这种网络不仅能够恢复通讯，还能借助名摊没有时间的特性，实现海量的数据传输。结合 3D 打印，就能利用现有的材料打印出各式各样的物品。然而只要有美国的地方，就总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极端分子。在距离连接所有节点城仅1步之遥的时候，极端分子便将第1远征队一网打尽，就连亚美丽也被软禁了起来。他只能找机会躲进名摊，与总部进行通讯，但他本人却无法离开西海岸城。尽管山姆很不愿意干这种擦屁股的事儿，但亚美丽已经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于是山姆只能半推半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而山姆要做的就是在前往西海岸解救亚美丽的路上，使用丘比特连接器将那些还没连接开罗尔网络的终端机一个一个的激活。为了帮助山姆顺利抵达西海岸，王仁对先前发生故障的 BB 进行了维修。至此以后，山姆便开始忙碌于连接美国东部的各处通讯网络。毕竟时间紧，任务急，身为极端外卖员的山姆索性也就不打算隐藏实力，凭借肉体的强横，他能够轻松背起重达近300斤的货物，并且无论什么样的地形他都能如履平地。遇见不容易趟过的小溪，那就用梯子搭出一条宽阔的桥梁；遇见陡峭的山坡，那就用极端摩托车勇往直前。当然这一路上也并不是那么的顺利，除了随时出现的 BT， 还有热情似火的米尔人老乡。他们本来是一群淳朴的外卖小哥，但由于开罗尔物质的影响，导致他们精神失常，开始疯狂内卷，并且送外卖成瘾，不仅自己要送，还得抢别人的外卖来送。3年挣个102万不是梦。我上抢天下抢地，中抢公鸡，还有我不能拿啊，没错，这些米尔人老乡就是抢不了山姆，背着300斤的货，山姆都能靠拳头和这些老乡打得有来有回。不过他偶尔也会给米尔人老乡上点强度。当然这一路上 BB 也为山姆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他们之间也逐渐有了一丝感情。想到死于虚空世灭的妻子和孩子，山姆为了寄托思念之情，索性将已故女儿的名字给了 BB， 而这个名字就叫洛。至于每次连接洛的时候，山姆依旧会看到那个像拔树的男人，对此他也逐渐习以为常。在经历了众多艰难险阻后，山姆终于将整个美国东部地区连接上了开罗尔网络，接下来就是要乘船穿越湖泊继续往西前往中部地区，但极端分子却摧毁了布里吉斯机构全部的船。不过他们已经安排了另外一家私人货运公司，正是山姆之前
前遇见的那个屁股会反光的女人弗拉基尔。无奈之下，山姆只能前往港口乘船，但就在路上，一个名为希格斯的面具男却拦住了山姆的去路。原来他就是软禁姐姐亚美丽的极端分子首领。希格斯同样拥有高阶杜姆斯能力，不仅能够瞬移，还能生成大片的郊游地，甚至能够召唤巨型的极端 BT。似乎是为了戏弄山姆，极端首领希格斯在留下极端 BT 后，便一个瞬移消失不见。不过山姆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在连接东部地区的期间，王人就根据山姆的血液和奥利给能够与 BT 产生反应的特性，研制出了能够杀死 BT 的血液手榴弹。面对仿佛无穷无尽的手榴弹，这只类似鱿鱼一样的极端 BT 只能带着不甘，化为了金色的开罗尔晶体。山姆也得以见到了弗拉基尔。原来希格斯在成为极端分子之前，就曾与弗拉基尔一起合作过货运项目，但不知为何，希格斯夺走了他的一切。如今弗拉基尔只想复仇。之后，山姆不仅抵达了东部地区的盐湖节点城，还能够在弗拉基尔的帮助下，通过明滩在与开罗尔网络相连的地方进行传送。同样是如法炮制，山姆不仅利用 3D 打印修建了一条又一条的高速公路，还通过不断为各路人才送外卖，让他们愿意重新加入美国。之后，中部地区的各个中继站也相继加入开罗尔网络。在这期间，山姆了解到弗拉基尔的货运公司曾经一直都在中部地区运送物资，可就在弗拉基尔与希格斯合作以后，有2个节点城被极端分子引爆了过去留下的核弹，导致城市灰飞烟灭。而当地幸存下来的市民自然也将弗拉基尔视为了幕后主使。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山姆将弗拉基尔约到了自己的房间。期间，弗拉基尔趁山姆睡觉时借用了一下浴室，虽然不小心被山姆抓到，但弗拉基尔还是用真相缓解了尴尬。原来当初就是极端首领希格斯利用了他与弗拉基尔的合作关系，偷偷将药品换成了武器，甚至是核弹。弗拉基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核弹送进了城市内。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自己也背上了这口黑锅，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想要杀死希格斯，这也是他愿意无条件帮助山姆的原因。经过了这一轮交心，二人也算是成为了朋友。之后的时间里，山姆继续奔波在中部地区，还顺带背着一个女孩穿越危机四伏的时间雨，只为让她与自己的心爱之人团聚。然而平淡的外卖生活却很快迎来了转折。某一天，一个眼熟的布里吉斯新员工找上了山姆，声称有个订单需要交到弗拉基尔本人手里。山姆也没多想，哪怕是核弹他也照送不误。迈着轻松愉快的步伐，山姆一路哼着小曲儿，先一步前往南部节点城等待弗拉基尔。可就在山姆休息的期间，他是越想越不对劲。这一刻他才反应过来，刚刚那个臭小子就是极端首领希格斯。恰好弗拉基尔也在此时赶到，二人赶紧拿出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没开2度，又是一颗正在倒计时的核弹。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将核弹带出城市，并将之扔进粘稠的郊游坑之中。山姆连忙骑上摩托车，一路翻山越岭，好在途中还算顺利，并没有热情的米尔人老乡前来抢夺。山姆也得以赶在爆炸之前将核弹扔进了郊游坑之中。毕竟有了相同的遭遇，弗拉基尔索性也将自己被坑的经过告诉了山姆。原来当时弗拉基尔是有机会挽救城市的，可就在他抱着核弹前往安全的地方以后，极端首领希格斯却抓住了他。为了狠狠地惩罚弗拉基尔，希格斯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将极端核弹送回城市，要么弗拉基尔就得衣不蔽体，穿过时间雨，将核弹丢进坑洞里，以挽救无辜之人的性命。尽管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了也还是会被人误解，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戴上头套，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就连山姆也不由得感叹道：“先生大义。”当他再次面对弗拉基尔递过来的爆浆隐身虫时，他也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了下去。烦。之后，山姆完成了南部节点城的连接，但就在他来到外面的时候，一座巨型龙卷风将他高高的举了起来。当山姆再次醒来，他身处的地方早已是化为一片焦土的战场，并且身边不断有枪声以及炮弹声响起，甚至还有人类早期的坦克。看来山姆应该是从死亡搁浅到了战第一。然而下一刻却出现了更加难以置信的一幕，山姆每一次与BB洛进行连接，都会见到的那个像拔树的男人克里夫·昂格尔，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看来自己被卷进这个战场一样的世界，一定和克里夫脱不了干系。他的目的看来是为了抢夺BB洛。在克里夫的授意下，一群骷髅士兵竟然试图包围山姆，山姆也没有多做废话，反手拿出了一把全自动散弹枪。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山姆开始了反包围战术，一路撵着克里夫和他的骷髅士兵，在战壕里鸡飞狗跳。敌人对他的下3路枪法那是防不胜防，山姆就这样打败了不甘的克里夫，但克里夫却垂死病中惊坐起，试图抢夺山姆怀里的 BB 洛。紧接着又是另一段记忆出现，原本细心呵护 BB 的克里夫，却在某一天想要带着 BB 离开，但却遭到了大量士兵的阻拦，记忆到此也就戛然而止。看来 BB 洛有可能就是克里夫的孩子。这时一路上都在提供帮助的硬件工程师马马却联系上了山姆。根据马马所说，山姆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但他却明明在里面玩了好几个小时，看来这一定不是幻觉。随后在马马的邀请下，山姆来到了他的实验室，但刚一踏入实验室，天花板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婴儿形状的 BT。好在马马及时出现，这才避免了血溅当场。原来这个婴儿 BT 竟然是马马的女儿，而这诡异一幕的背后却是一段悲惨的故事。马马其实还有个姐妹洛克尼，她们曾是一对连体双胞胎，不仅共用一个心脏，甚至还可以共用一个冥滩。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感应，让她们不管距离多远
远都能够互相交流。姐妹二人也根据这一特性设计出了丘比特连接器，妈妈设计了硬件，洛克尼则设计了软件。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开罗尔网络。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洛克尼的恋人死在了一场事故中。为了安抚洛克尼，能够感受到洛克尼悲伤情绪的妈妈决定将这份感情延续下去，让洛克尼为死去的恋人生下一个孩子。但姐妹二人都有生育方面的缺陷，妈妈的卵巢不能生成卵子，而洛克尼的子宫也有问题。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取出洛克尼的卵子，并使用恋人的冷冻精子让其受精，最后由妈妈的子宫进行妊娠。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就在妈妈临产的时候，极端分子却炸毁了医院，导致妈妈只能在一片废墟中诞下了早已死亡的孩子，而死去的孩子也变成了婴儿 BT。从此妈妈的孩子就通过看不见的脐带与之相连，这导致了妈妈与洛克尼的心灵感应被婴儿 BT 所取代，还让妈妈被束缚在了成为废墟的医院内。再加上通讯受限，毫不知情的洛克尼误以为妈妈是不想把孩子还给他，才断掉了姐妹之间的心灵感应。回到现在，妈妈想让沦为 BT 的女儿能够得以解脱，也想再次见到姐妹洛克尼，于是她希望山姆能够用自己的血液斩断她与婴儿 BT 的脐带。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山姆立即表示小事一桩而已，不是因为这对姐妹长得好看，而是山姆有了同情心，自己如果不帮他们一把，那还会有谁呢？让 BT 婴儿得以解脱后，山姆将虚弱的妈妈放进了裹尸袋，准备带她前去和洛克尼团聚。但极端首领希格斯却又再一次出现，似乎就是为了给山姆使绊子。他召唤出了3只狮形 BT 后，便立即扬长而去。饶是一向脾气好的山姆也忍不住了，他当即掏出了装有血液弹的突击步枪，对着狮形 BT 便开始了扫射，子弹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不断倾泻在狮形 BT 的身上，就连他们的攻击，山姆也毫不在意。很快，狮形 BT 倒在了山姆的脚下。为了缓解一下战斗之后的疲惫感，山姆还贴心的带着妈妈前去泡了一下野温泉。经过山姆一路上细心的呵护，姐妹二人也终于得以团聚，消除了缠绕他们许久的隔阂。然而妈妈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其实当年妈妈在生下孩子那一刻就已经死在了废墟，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她和婴儿 BT 连接在了一起。如今脐带被切断，她自然也活不了多久。在向洛克尼表达了姐妹之间的爱与愧疚后，妈妈闭上了双眼。然而下一刻，奇迹却发生了。本就是一个灵魂被分为2个个体的洛克尼和妈妈，灵魂得到了融合，这也就意味着妈妈并没有死，而是与洛克尼共用起了同一个身体，就像他们还是连体双胞胎的时候一样。姐妹二人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山姆自己却遇到了麻烦，因为亡人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 BB 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由于 BB 本身并不属于生者世界，也不属于亡者世界，而是恰好处于2者之间。但这一路上的相处，让本就感情淡漠的山姆竟然对 BB 洛产生了情感，将之视为了搭档。可与生者产生情感连接，将会导致 BB 逐渐偏向生者世界，也就意味着洛将会继续开始成长，并从 BB 转变成真正的婴儿。如果任由其发展，几天内 BB 洛就会停止工作。要是强行将洛从育婴舱里取出来，那么死亡率就会高达70%。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其回到处于那生与死之间的位置，而代价就是清除 BB 的记忆。在亡人看来， BB 本就是工具，不能投入过多的情感。无奈之下，山姆也只好同意了。亡人为 BB 洛进行重置手术，或许是为了表达对亡人的不满，洛直接滋了亡人一脸。亡人只好准备前往浴室清洗，但却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山姆一个暧昧的眼神。为了一探究竟，山姆只能勉为其难，一同跟进了浴室。就在山姆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才发现亡人是为了躲避监视，原来他一直都在调查第一批 BB 实验。由于虚空熄灭，导致时任总统丧生， BB 实验就在明面上被终止。但山姆的养母在继任总统后，私下却还是在秘密进行实验。BB 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探测 BT， 而是融入开罗尔网络，以便能更快进入名单。但之后 BB 技术却落到了极端分子的手里，这不禁让亡人开始怀疑起了总统身边的保安队长硬汉。硬汉的身份实在太过神秘，就连真名和长相也从未有人见过。总统死后，他便接管了最高权限，这不禁让人猜疑硬汉隐瞒了多少真相，以及连接开罗尔网络的真正目的。由于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后的时间里，山姆只能独自穿越在雪山之上，将山区节点城附近的一个又一个避难所接入网络。尽管没有 BB 的山姆在外面寸步难行，好在没过多久，亡人就修复并清除了 BB 洛的记忆。可就在山姆前去山顶小屋与亡人碰头的时候，又一场龙卷风暴将山姆卷入其中，就连亡人也没能幸免。这一次不是战地1了，而是被直接卷到了战地5。和2战的坦克配上诡异的生物以及骷髅一样的士兵，莫名的克苏鲁风格不由让人脊背发凉。而在阴暗的下水道中，那个名叫克里夫的男人也带着做人小曲儿，开启了只属于他的名场面。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战场，亡人那可是被吓得不轻。他像交代遗言似的对山姆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亡人的真实身份是人造人，当他身体的哪个部分出现衰竭，他就会用死人的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移植部分也早已占据了他身体的70%。所以亡人很自然的将 BB 视作工具。但自从遇见山姆后，他就打开了眼界。为了躲避骷髅士兵的追捕，亡人与 BB 进行了连接，这也让2者产生了情感联系。他开始理解为何 BB 对山姆那么重要，也不再简单的将 BB 视作工具。至于他们现在身处的战场，根据亡人推测，这可能是个由战
战场上死去士兵的怨气所形成的特殊名滩。如今这种小场面，对于一回生二回熟的山姆来说，早已见怪不怪。面对再次袭来的骷髅士兵，山姆凭借强横的肉体，直接选择了无视，目标直指克里夫的下三路。在山姆可怕的攻击下，克里夫再次倒下了，但他拼尽最后一口气，一边叫着孩子，一边扑向了山姆。山姆则扯下了克里夫的狗牌，通过与比比洛连接时产生的记忆，山姆发现赫然正是同一块狗牌，难不成比比洛就是克里夫的孩子？当山姆再次醒来，他已经回到了安全屋中。如今大部分地区的开罗尔网络都已连接，山姆也即将前往最后一站，那就是亚美利所处的西岸节点城。只要前往那里救出亚美利，那么开罗尔网络就会遍布整个美国。但想要前往那里，就得穿过粘稠的郊游带，而布里吉斯的成员新人则会为山姆提供帮助。在新人的要求下，山姆背上玛玛的尸体前往了他的家中，因为玛玛的尸体竟然没有任何坏死的迹象，如果能够对其进行研究，那么就很有可能发现死亡搁浅的秘密。经过这一路上的摸爬滚打，山姆早就修筑了大量的交通设施，完全能够将玛玛的尸体顺热送过去。没一会儿，山姆便来到了新人位于雪山深处的家中。这个专门研究名滩和死亡搁浅的男人，每隔21分钟都会进入3分钟的濒死状态，一天就会进入这种状态60次，而他坚持了10年，为的就是能够反复前往名滩。因为在多年以前，新人本在医院进行手术，妻儿为了照顾新人，便回到家中收拾东西，但却不幸遭遇了虚空失灭，医院的电力也陷入瘫痪，导致新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来到了名滩。在名滩上，新人看见了因虚空失灭死去的妻儿，他本想追上妻儿，但在最后一刻却被抢救了回去。从此以后，为了与家人团聚的新人便开始不断进入濒死状态。时至今日，他已经往返了名滩218549次之多。只要死亡能够让他们再次团聚，那么他愿意去死。回到山姆这边，经过新人的一番摸索，他从玛玛的身上找出了一根像脐带一样的东西，但这东西却并不是玛玛与婴儿 BT 的脐带。原来这根脐带是亡人偷偷从山姆的养母总统身上切下来之后，便塞进了玛玛的裹尸袋中。玛玛的尸体没有坏死，也正是因为这根脐带。通过这些线索，新人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根来自总统的脐带与名滩相连，故而可以称其为名带。而地球上的生命曾遭受过5次生物大灭绝，也就是说名滩的出现与大灭绝脱不了干系。而最近的一次死亡搁浅极有可能就是第6次生物大灭绝，因为5300年前的冰人、1万年前的猛犸象，乃至6000多万年前的恐龙、数亿年前的三叶虫、菊石，这些经历了大灭绝的生物们，它们的某个个体都会带有名带，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在出土后尸体还能完好如初的原因。而携带名带的某个生命便被称为灭绝体，灭绝体又会引发死亡搁浅的出现。简而言之，前5次生物大灭绝都是灭绝体引发的死亡搁浅导致的。结合这些看来，既然总统是个灭绝体，那么当总统死亡后，唯一还有灭绝体力量的，就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儿亚美丽。而希格斯作为一个以毁灭世界为梦想的极端分子，既然能够将总统女儿亚美丽软禁起来，那肯定不是因为太闲。看来希格斯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亚美丽引发第6次生物大灭绝。事不宜迟，为了尽快救出亚美丽，山姆立即来到了郊游带边缘，本想利用 BT 抓住人拖行，并浮现被虚空噬灭吞噬的建筑，穿过郊游带，但这些小 BT 却跟没吃饭一样，根本拖不动山姆。山姆转念一想，原来是忘了关风铃之力。随着魔法解除的声音，小 BT 们齐心协力，终于将山姆拉进了郊游地的中心。山姆也得以穿过时不时出现鲸鱼 BT 的郊游地，来到了西岸节点城的海岸边。然而极端首领希格斯却紧随而至，他竟然通过山姆连通的开罗尔网络确认了亚美丽躲避的名滩位置，临走前还不忘在山姆脸上进行极端舔舐。意犹未尽的山姆当即来到西岸节点城，终于让开罗尔网络覆盖了整个美国。可该来的总会来，希格斯还是抓到了亚美丽。于是得意忘形的希格斯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原来让整个美国团结起来的开罗尔网络并不是复兴，而是毁灭。因为开罗尔网络会将所有人的名滩融合为一个名滩，一旦触发虚空噬灭，相当于每个人都是一颗核弹，届时地球将会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次灭绝。为了阻止希格斯，山姆终于扛起了久违的4连装火箭发射器，对着眼前的巨人 BT 便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点射。然而巨人 BT 却皮糙肉厚，山姆只能改变思路，利用遥控引爆榴弹发射器，在巨人 BT 空门大开的极端下三路埋设了无数遥控榴弹。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巨人 BT 终于不堪重负，绝望的化为了开罗尔结晶，随风飘散。但希格斯却依旧挟持着亚美丽，他甚至对山姆使用了极端扫射。好在 BB 洛使用探测器为山姆挡下了子弹，可挡得住一次却挡不住2次。希格斯竟然直接对 BB 洛开了枪，随后便前往了亚美丽的名滩。一路走来， BB 洛可不仅仅只是山姆的搭档，她也是山姆心中认定的女儿。希格斯无疑是触犯到了山姆的逆鳞，山姆立即前去找到了弗拉基尔，因为在儿时亚美丽曾送给山姆一个捕梦网，只要有这种对双方意义深刻的信物，山姆就能借助弗拉基尔的能力前往亚美丽的名滩。当山姆来到名滩后，跪在亚美丽面前的希格斯再次将之控制了起来，并且坏坏的对山姆说道：第6次生物大灭绝已经无法避免，早在亚美丽这个灭绝体出现的那一刻，人类最多也就只有几万年可活，他做的这一切也只是为了让人类少走几万年的弯路，难道这还有错吗？但希格斯触犯了山姆的逆鳞，就算他手握突击步枪，今天也得去投胎转世。
尽管遭受了致命攻击，希格斯也还是希望跟山姆来一场公平的对决，但在血条都不会掉的山姆面前，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山姆就这样轻松的打晕了希格斯。那么接下来就是弗拉基尔与希格斯的恩怨了。至于得救的亚美丽，则向山姆说出了一个噩耗。原来亚美丽一开始并没有被极端分子软禁，她联合了硬汉，用自己这个家人的性命来欺骗山姆，只为让他连通全美的开罗尔网络，重新让美国团结起来。尽管山姆有些小情绪，但既来之则安之，因为他终于能够再一次与姐姐亚美丽奔跑在失去青春的海滩之上。然而在抵达一处小山坡之时，亚美丽却神色凝重的让山姆在下面等他，可放不下心的山姆还是爬上了小山坡。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安保队长硬汉竟然正拿着枪对着本该死去的总统，并且声称总统本应该团结全世界，但现在却把一切都搞砸了。下一刻，那个2次将山姆拖入战场的克里夫竟然带着骷髅士兵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原本非常硬汉的硬汉在看见克里夫后，竟然带着愧疚，扑通一声当场下跪。克里夫见状，索性也就放过了硬汉，转而将枪口对准了总统，并要求总统把孩子还给自己。但总统只是一言不发的指向了山姆。克里夫立即出动了手下的士兵。就在山姆尴尬的时候，亚美丽却突然出现，一把将山姆推回了生者世界。回过神来的山姆立即告诉了亡人事情的经过，明明是自己亲手火化了养母总统，为何他又会出现在亚美丽的名单？并且在山姆看来，克里夫不仅挟持了硬汉，还再次挟持了亚美丽。难道幕后主使并非希格斯，而是克里夫？但现在他们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想要避免第6次大灭绝，就只有先返回东部地区解救亚美丽。然而现在的好消息就是，弗拉基尔将亡人、新人、洛克尼都传送回了东部。轮到山姆的时候，弗拉基尔就已经虚弱不堪，如今就只能委屈山姆一路甩火腿回到一开始的盐湖节点城。就这样，山姆一路骂骂咧咧向着盐湖节点城赶去。由于开罗尔物质浓度激增，一路上可谓是危机四伏。可如今的山姆早已修成正果，翻山越岭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家常便饭。而亡人也查到了关于克里夫的线索，原来克里夫曾隶属于美国特种部队，在死亡搁浅事件后，他便退役离开了部队。由于怀孕的妻子成为了植物人，克里夫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利坚的身上。恰逢当时的总统正在进行 BB 实验，于是他只能将还在妻子腹中6个月大的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国家，以为这样就能圆满的挽救妻儿。然而最初用于探测 BT 以及防止虚空熄灭的 BB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BB 真正的作用其实是用于开罗尔网络运行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当初亚美丽带着第1远征队西行的时候，每架设一个终端机便会牺牲一个婴儿，只为重新团结所谓的美国。开罗尔网络虽然伟大，但也承载了最深的罪孽。当克里夫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后，曾试图夺回自己的孩子，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也是为什么山姆会在回忆里看到克里夫一会儿和蔼可亲，一会儿带着 BB 逃跑，所以这也可能是他为了报复世界挟持亚美丽和硬汉的原因。带着满心的疑惑，山姆也即将抵达盐湖节点城，但龙卷风却又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山姆来到的竟然是越南战场，克里夫耍帅的功力也更上了一层楼。可在如今只握遥控引爆榴弹发射器的山姆面前，克里夫也彻底失去了还手的资格。随着山姆引爆贴满他全身的榴弹，克里夫再一次失败了。而得知了克里夫悲惨遭遇的山姆也决定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Give me back my baby. Are you clear, Unger? How are you? Are you the father? They told me your name was Sam Porter. But you were Sam Bridges. My bridge to the future. Sam,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You're their bridge to the future. 通过与克里夫接触，回到节点城的山姆感觉克里夫似乎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要说出某些真相。看来想要知道一切，就只有先找到亚美丽。此时亡人也拿出了硬汉前往名滩之前留下的录像，原来是亚美丽邀请的硬汉前往名滩，并且无论是山姆还是马马等人都没有在现实见到过亚美丽。唯一能证明的第1远征队也在西行的路上全军覆没。而更加可疑的是，总统在20几岁就被确诊患有子宫癌，根本无法生育。那么也就意味着总统就不是亚美丽的母亲。在硬汉看来，既然亚美丽这个灭绝体是死亡搁浅的根源，那么他
他也会为了祖国带上装有山姆血液的手枪，应邀前往亚美利的明坛与他对峙。而这把手枪与山姆、亚美利都有关联。此时弗拉基尔也出现，并告诉山姆，他在明坛处置希格斯的时候，竟然从希格斯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希格斯一直都是亚美利的手下，希格斯拥有的强大能力正是亚美利所赋予的。无论是虚空噬灭、极端分子用核弹炸毁中部地区，乃至生物大灭绝，都是由亚美利一手策划。如今山姆得赶紧回到首都节点城，与众人会合，以阻止最后的搁浅。似乎是 BT 们感受到了最后一战的来临，一只巨型的鲸鱼 BT 竟然漂浮在一片焦油之上，想要拦住山姆的去路。山姆也不再留手，掏出火箭筒便开始了无情的点射，让他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火力优势学说。随着鲸鱼 BT 化为开罗尔晶体，山姆也终于得以和众人会合。根据新人对亚美利明滩的研究来看，他的明滩似乎比所有人的明滩层次都还要高，这也代表着亚美利其实可以控制所有人的明滩。而硬汉与弗拉基尔也都被他赶出了明滩，为的就是等着山姆去见他。事到如今，也只有山姆是全村的希望了。如果不能说服亚美利，山姆就只能为了全人类杀死亚美利，但他也会永远的被困在明滩。一路走来，相识的朋友们让山姆不再那么害怕接触或是与人交流，他们也让山姆认识到生活其实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糟糕。或许为了所爱之人背负一些责任也未尝不可。下定决心的山姆将比比洛交给了朋友们后，便在弗拉基尔的帮助下传送回了亚美利的明滩。而恭候多时的亚美利也讲述起了关于自己的真相。原来亚美利和总统本就是一个人，他的肉体是美国总统，也就是山姆的养母，灵魂则是身处明滩的亚美利。而作为第6次大灭绝的灭绝体亚美利，湮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便是他存在的理由。所以亚美利承认了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由于明滩没有时间概念，早就知道大灭绝将会在几万年后发生的亚美利早已无法忍受这漫长的孤独，所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利用山姆以加快大灭绝的进程，好让自己能够摆脱这种绝望的孤独感。而开罗尔网络因为连接了所有美国人的明滩，地球也很快将会迎来一场毁灭一切的大爆炸。亚美利也给了山姆2个选择，要么袖手旁观，和他一起见证世界末日的到来，要么现在就杀了自己，人类将会暂时躲过大灭绝，但也仅仅只是延缓了灭绝的时间而已。说罢，亚美利将硬汉的手枪交由山姆做出抉择，而他自己则向着大海走去，看着曾经陪伴过自己的姐姐逐渐走远，山姆始终都无法扣动手中的扳机，于是他走上前，一把抱过了姐姐。I'm here for you. Always. Like you were for me. You found the common thread, the strand that links them together. And you did that the only way possible. To live life one day at a time. Thank you, Sam. A gun won't help you here, but it still has a role to play. It was the bonds between people that brought the world together. And if that is what matters most to you, then I will stay here on this beach. And I will shut myself in and the rest of you out. Shut yourself in. Come on. Once the last stranding starts, it can't be stopped. I can't go with you. All I can do is try to spare you the worst. Why do you have to stay on the beach? Sam, I am the beach. And I must stay here and ensure that the extinction happens. Even if it takes tens 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lone? That's what an EE does. If I had just done my job,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But I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I got so tired of waiting, and I figured that no one would blame me if I just got it all over with. So, that's what I did. Sounds like hell. But you and the others came together, connected. And you may b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but you still have hope. Before each of the Big Five, life rebelled. They fought back, evolved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extinction isn't just an ending.
opportunity. And if I have to pay the price for that, to be the sacrifice, then so be it. Even if we aren't together, we will always be connected. Goodbye, Sam. 最终，亚美丽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份万年的孤独，静待未来末日的降临。而山姆也被送回了自己的冥滩。亚美丽最后留下的话则是：在这里，枪派不上用场，但总是有它必要的用途。可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山姆如何奔跑，始终都无法离开这处冥滩。渐渐的，他开始体会到了亚美丽永远独自留在冥滩的那种绝望。实在受不了的山姆想起了那把枪，于是对着脑袋扣动了扳机，但他的枪里没有子弹。这时，亚美丽的声音再次响起。原来克里夫每次找上山姆，都是亚美丽有意为之，但他出于何种目的却不得而知。看似山姆将会永远的留在这里，但他的那些朋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然而，恰好就是硬汉的那把手枪，成为了拯救山姆的关键。王人也得以根据手枪找到了山姆的位置，他带着 BB 将山姆从冥滩拉回了生者世界。在山姆回到现实不久后，硬汉接任了总统的位置。接任仪式结束后，王人找到山姆，说他在记录中发现克里夫是被养母总统的助手约翰杀死的，而这个约翰便是已经继任总统的硬汉。这时，硬汉也走了出来，并对山姆说出了自己心中永远的痛。I killed Captain Clifford Bunger. The captain, saved my life. You know why they call me Die Hardman? Because he wouldn't let me die. He brought my sorry ass back home every time. And I loved him as much as I loved her. And when he stared me down, that ghost, I knew he was here to kill me, to make it right. And why shouldn't he? Why didn't he? He couldn't save his kid, his baby. And that's what brought him back. I guess when he saw I was trying to do my part for America, he remembered who he was. And he forgave me. God! But I don't deserve it, God damn it! There is no atoning for what I've done. God! 接下来，山姆也将面临自己的抉择。王人告知山姆，比比洛到达了使用极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而硬汉总统也已经下令要将尸体运往焚化厂。看着眼前一路陪伴自己走过来的比比洛，山姆只能对他说道 Come on, Lou. One last delivery. 从这条路开始，也从这条路结束。带着沉重的心情，山姆沿着第一次前往焚化厂的路，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来到焚化厂门口的山姆，也决定与洛进行最后一次连接。但奇怪的是，洛明明已经死去，山姆却还是能够看到克里夫的记忆片段。而这一次，山姆知道了关于自己的真相。时间回到克里夫还被蒙在鼓里，以为祖国能够挽救妻儿的时候，病房的门缓缓开启。硬汉见到克里夫，惊讶无比。原来他们当年在特种部队服役的时候，克里夫不仅是硬汉的长官，并且救过硬汉不止1、2次，哪怕是上头派他去火坑送死，
克里夫也不惜违抗命令，将硬汉给救了出来。为了偿还这一份人情，硬汉将关于 BB 的真相告诉了克里夫，并将自己的枪交给了他，让他赶紧带上孩子离开这里。要是晚了，总统一旦命令他动手，那么硬汉就必须得执行。于是克里夫只能咬牙，让沦为植物人的妻子得以解脱。随后他立即带上孩子准备逃出去，可他还是被发现。尽管硬汉极力为克里夫争取逃跑的机会，但面对大量的警卫，克里夫也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迫于无奈，他只能返回了病房。一旁焦急的山姆也只能作为旁观者，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随着警卫冲进病房，克里夫也早就把孩子强行从婴儿舱里取了出来。山姆本能地挡在了克里夫身前，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原来他每一次连接 BB 洛看见的记忆，并不是洛的，而是他自己的。Let it go. Please. Shoot him! I gave you an order. Shoot him! You told me your name was Sam Porter. But you're Sam Bridges. My son. My bridge in the future. None of you, Sam.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You're their bridge to the future. And mine. Come on, Sam. Stand up. Is this me?《最终，总统抓着硬汉的手扣动了扳机，但这也导致了小时候的山姆死亡。出于内心的愧疚，亚美丽在明滩找到了山姆，将他遣返回了生者世界，从此成为了一名遣返者。而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克里夫，也终于能够安心的离开人世了。而美国总统也顺理成章的收养了山姆。或许是父亲克里夫的举动，让山姆想到了什么，他赶紧将洛从婴儿舱里取了出来，不顾一切的试图唤醒这个孩子。但他不管如何努力，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陷入绝望的山姆只能将洛紧紧的抱在了怀里。然而就在此刻，洛竟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原来是亚美丽在感受到了山姆的悲痛后，将这个孩子遣返回了人间。从这一刻开始，他将不再是工具，而是人如其名的人。当山姆从焚化厂出来的时候，外面渐渐的雨过天晴，而他的眼神里也似乎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好好活着，最后坦然面对死亡。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